大家好，我是戴主义。那今天这期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第4代 Toyota Alphard 的试驾和试坐体验。因为上一回呢，我就在 Toyota Malaysia 的总部分享了 Wildfire 跟 Alphard 在设备上、规格上有什么不同。而今天这集主要就会 focus 在它的试驾体验和试坐体验。然后这台车子呢是 Toyota Malaysia 的官方进口版本，售价是500多千。For CPU from Japan。影片开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加入 YouTube 会员。Let's go。所以坐上来这一台第4代的 Toyota Alphard，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里面充满了浓浓的 Lexus 味。首先就是驾驶座前面的这个 2.4L 四气缸 Turbo 引擎我最早在 Lexus RX 350、Lexus NX 350上面用过这具引擎，然后在这整个大块的荧幕，我最早也是在 Lexus 上面看到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它的底盘透视功能、360 camera， 包括它的 gear knob 排档杆的设计等等，排档的方式也是跟 Lexus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加速感。非常熟悉的这个 Lexus 的味道，差别只是因为它是一台 MPV， 所以引擎摆放的位置我感觉上它会比较靠近我这样子，所以听到的引擎声浪会比在 Lexus 上面还要来得多。当然我们都知道 Lexus being Lexus 它用了更多的 Aluminium 材质，它的隔音材质都是会比 Toyota 还要再上一个 level。可是我们考量到这个 Toyota Alphard 跟 Lexus LM 的价格相差了非常之远，像这一台车子大概是500多千而已， LM 是差不多120万以上的事情了。So 它这边提供给你这个Econ Mode 跟 Normal Mode 啦，它是一个电子仪表板，所以你 click Normal 跟 Eco。所以当我们在 Normal Mode 的时候，我现在加速，这个 2.4L 四气缸 Turbo 引擎，也就是 Toyota 用来取代之前的 3.5L V6， 所以从第4代的这个 Toyota Alphard 开始，他们已经不再提供 3.5L V6 的版本，全部它挨的是 2.5NA、2.4 Turbo 或者是 2.5 Hybrid 或者是这个 2.4 Turbo Hybrid。我讲的是 Lexus LM 跟 Toyota Alphard 啦，只是在品牌 marketing strategy 市场策略方面有一点不同。像在日本呢，他们是把Wildfire 定义为一个比较 sporty 的车型，所以在日本的 Wildfire 是特别主打它有 2.4 Turbo 引擎和这个 Front Performance Brace， 就是一个让你更加好过 corner 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其实不只是日本，像我在泰国、印尼看到，其实大部分的市场 Alphard 都一定是配着 Hybrid 来，而不是配着 Turbo。所以Toyota Malaysia 的这个 2.4 Turbo Executive Lounge Toyota Alphard， 它反而是变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稀有的东西。但有趣的就是呢，一般上我们都知道，在马来西亚你要买一台 Toyota Alphard， 你有非常多渠道，你有非常多管道能够买得到。但我真的是遇到很多朋友，他们就是一定要买 Toyota Malaysia 的。我买的是 Official Import 的，有些人他就是要这样子。即便我们都知道这个价钱可能品牌溢价方面会高了一点点吧，人家不 care，right？ 因为大部分人就是拿着500千要出来找车，500千可以买什么车？500千可以买 RX。500千他可以买 Porsche Cayenne， 500千他可以买 BMW X5， 他可以买 BMW iX， 他也可以买一个 Toyota Malaysia 官方进口的 Toyota Alphard。所以因为这一代的车子，他们据说是比上一代的这个 rigidity， 它的刚性是提升了非常多然后它的 vibration 也降低了30%。compared to 上一代的 Toyota Alphard， 我觉得有进步，但在一个非常小 margin 的进步啦。因为现在新的 TNGA-K 平台的整个 design 等等，坦白讲，它不会像我原先觉得说，哇，好像真的加一辆 van 加一辆 bus 这样子，它没有这个感觉啦。你还是觉得自己在开一台高一点的 SUV， 开一台车子，它还是会那个怎么讲啊？因为他们是已经做了这个静音轮胎的处理啦，就是用了更加安静的轮胎，
可是当我在 highway 走，我还是会觉得19寸轮胎胎噪声非常明显。跑快的话，风声会听得到，虽然它这个是双层玻璃来的。所以我觉得不懂讲呢呀，因为在 Malaysia 人的观念里面，一定是2.4 Turbo 好过2.5 Hybrid。可是我觉得 for 这台车子 Hybrid，可能比较适合它。我发现到大部分 Alpha 的人，不管他是司机开还是老板自己开，他们很多时候都要等人，等小孩子放学，等老板下楼，等这个那个，等女朋友化好妆，所以大部分时间他们都要坐在车厢里面 start 着他的 engine， 然后 turbo engine 或者是 NA engine， 然后当你一直要 start 着 engine 的时候，引擎各方面东西就很快老化，而且你知道车子怠速所以对车子不是很好，而且对环境也不是很好。那 HGV 或者 PHEV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像你在马来西亚，你要买到 official import 的，就只有 Lexus LM350跟 F350H 跟500H 啦，那个就有 hybrid， 不然你买到 Wildfire 跟 Alpha 它都是 non-hybrid 的选择。我讲的是 official import， 所以这一台怎么讲这个Toyota 的 Alphard 我觉得它已经是很容易过corner，入弯出弯它也非常的方便。像你在摆动的时候切换车道回来，我觉得在车子的这个底盘调这方面真的是做到已经是很好的那一种。可是当你知道吗？当你来到500多千你就会要求它可能要有 air suspension它可能要有 adaptive variable suspension的这样子的东西吧。这台车子的悬挂系统，当然它是一个很成熟的悬挂系统，后面 double wishbone前面MacPherson都是更新一代的产品我觉得它少了那一种 flexibility 就是它在刚柔的时候，特别是你过 bump， 马来西亚的 bump 是我遇过的啦，全世界最多 bump 最频密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它在处理 bump 方面不是这么完美，不是这么漂亮。那你这个可能你在泰国，在别的国家处理 bump 这不是一个 big deal 啦，可是在马来西亚我觉得Alpha 它还有进步的空间，就是在于它面对 road bump， 每一次你真的要放到很慢，如果你不放到很慢，嘣嘣你就听到那个声音，对乘客对驾驶者都不是这么好啦。当然我相信你买一台 Toyota Alpha， 你的重点是后排乘客，所以等一下我就去后面给大家分享一下，看这个价钱 Toyota Alpha 第4代的 Toyota Alpha Executive Lounge 它可以给到你一种怎样子的乘坐体验。Let's go。 因为在 Malaysia 的版本里面呢， 2.4 Turbo 的 Alphard 是 Executive Lounge， 那 2.5 Liter NA 的 Wildfire 是 Non-Executive Lounge。 那 Executive Lounge 呢，顾名思义就是一个 Executive Lounge， 所以它有2个 VIP Seat， 座椅比较宽，整个座椅的扶手设备等等都更加的高级。像我在这边呢，这个椅子除了能够调整一般的前后 OK， 还有椅背的倾斜程度你也可以去调整，然后这个推托它也是有，这个推托你可以慢慢拖上去。等一下 OK， 所以你就可以呈现一个非常 relax 的坐姿，然后再来就跟 Business Class 商务舱一样，它在这边呢也提供了这个托盘给你，它是一个多角度的托盘，给你这样子放下来你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 pattern， 你也可以打开来，然后它这边是有一个化妆镜，你可以照镜子，然后可以看到你自己，然后放些东西，或者你不要你可以折叠起来，它可以各种角度都可以放回去。OK， 那再来这个第4代的 Alphard， 它的亮点就是呢，它现在是有这个，首先你可以透过这边的这个车载的平板手机，它还没有到一个 tablet 啦，所以你刷上去之后呢，你可以调整 audio、climate、light、sunshade。So sunshade 的话呢，你可以透过这边去调整，你可以刷它，它可以下来。OK， 然后另外呢，你还可以透过这个按钮给它弄上去。所以如果你不要用手机滑，你也不要用这个按钮，上面还有一个这边写着这个 slide shade， 可以这样子看到吗？所以你要用这个
或者你用这边，或者你用这边，3合1都可以给你。再来它的这个sunshade玻璃车顶呢，它就不是那一种，它算是 panoramic， 不过它是独立式的，所以它可以这边一片，这边有一片，我可以选择这边开，那边关，或者那边关，这边开，这个是相当个性化的一个设定。然后除此之外，这边它还有一条这个 light bar。所以你打开灯之后，所以这个东西呢 ，Toyota 就把它称为super long overhead console，right？ 所以按摩椅的话，你可以选择它叫 relaxation seat 啊，它有 weekly 跟 firm， 所以它不会跟你讲你要按什么样的摩啦，你要泰式按摩，你要 aroma therapy， 还是你要巴黎massage， 它没有啦，只是跟你讲你要 weekly 还是 firmly。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 smart comfort 的。它像 BMW 这样子给你很多种 experience mode， 就你不用再去针对自己要的模式，你可以选择一个模式比如讲 relax when you want to relax， 哇，很直白。给我现在按 OK relax mode， aircon 就会加大，然后按摩椅就会启动，然后椅子就会调整 dream mode 发梦的模式。好像 Iron Man 这样子准备要装那个东西啊。所以介绍完了它的这一些 gadget 之后呢，我觉得 Toyota Alphard 它最怎么讲？大部分人买这种 Executive Lounge 车子，他要的就是尊贵的感觉。那就乘坐体验来讲，我觉得这台车子是，它当然是一台很舒服的 Alphard， 可是它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 comfort， 因为某些地方可能路烂一点的时候，你还是会 feel 到整台车子好像。怎么讲？它没有那么 fine 啦，是很舒服的，它就是 Camry 那一种舒服，然后再加长，然后加高一点。你看我们现在过一个 bump， 会 feel 到那个 roll 啊，尤其是当你的前轴去 approach 那个root bump 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感觉，这样子，我觉得是。还可以再提升啦，我知道如果 compare to 之前我试做的 Toyota Alphard 第1代、第2代、第3代到这个第4代，其实第4代特别是在后座他们已经大大的去降低了这个 vibration 还有前轴的整个避震隔音方面都比之前的提升了很多，但我觉得它还有一个进步空间啦，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出了 Alphard 之后，他们还要再配一个 Lexus LM， 所以 Lexus LM 很明显，它就是在 Alphard 的基础上虽然我们知道这个 2.4L 的 Turbo 引擎已经蛮安静了，可是毕竟当你一过完吨，看到吗？然后你在加速的时候，你会听到那个引擎的声音，虽然不大声，不过你还是会听到，你会感觉到。So，我们都知道 Lexus LM 现在是 Hybrid Only， 所以 Lexus LM either 是 2.5 Hybrid 或者 2.4 Hybrid， 它就是一个 Hybrid Only， 它不会给你 2.5 NA， 也不会给你 2.4 Turbo。那 Alphard 跟 Wildfire 在不同市场有不同的搭配。Malaysia 的话，2.4 Turbo Alphard Executive Lounge 一个 spec 就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要买 Alphard 的人可能他就是要买 Alphard，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后排乘坐空间这个他们会不会真的是货比三家？我做 Alphard， 我再做别的 brand 几个 brand， 然后再比，我觉得不会啦。我觉得买 Alphard 的人就是买 Alphard 啦。所以我们真的只是一种怎么讲，一种欣赏的心态来坐在后面感受一下。我们可以体会到路上千千万万辆的 Alphard 车主，千千万万辆的 Alphard 乘客他们是坐在一辆怎样子的车里面。我们可以透过这台车子感受到作为一个日常以 Alphard 作为代步工具的人或者出行由司机载他的坐在 Alphard 后面的人，他可以提供到一种怎样的感受？你说高级吗？当然 Premium 喇叭 level 的那你可能不高级，对不对？然后整个质感摸得到的用得到的，可是它还是会有一点还是会有一点这种 plastic 的感觉对吧？这些不应该在一辆500千的车里面啦。300千 maybe 可以，500千我觉得 it can be better， 它可以做得更加的好。然后这些木纹它还是比较怎么讲，比较尊荣一点，比较尊贵一点，而不是那种很 sporty、很 technology、很 IT 的那种感觉啦。我sort of觉得 Toyota Alphard 坐上来，它有一股老气的味道老气横秋的味道。这个是没有对错的，因为本来在日本Alphard 就是一个比较年长的设计，然后 Wildfire 就是比较 sporty 比较年轻的设计，
所以包括皮革的颜色选择等等，都是针对了广大Toyota Alphard 的客户们去设计这样子的啊，它未必适合每一个人，不过我觉得它可以再更怎么样？它可以再更futuristic 一点啦，在一些东西上面。所以呀，我觉得 Alphard 就是不用想太多，你要买你就买 ，full stop， 没有然后，没有所以，就是这么简单。这是我出道以来，我入行以来最大阵仗的一次 review， 因为2台车子放在一起对我来讲已经很难，还要找来3台车子，而且这3台都是分量不小的车子。首先我们有这个